大家好，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。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日本的润之路。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，润的主流人群呢，主要是一般是高中生、大学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以及社会人。特殊人群呢，就比如说像是家族之债的人呢，以及一些配偶签证，这些呢我们暂时不管，我们主要是管主流人群。而我自己呢，也是主流人群之一。所以也算是比较有参考性的一个，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吧。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高中生的润之路一般是怎么走比较好。高中生呢是从中国高中毕业过来的学生，润之路呢一般是有两种途径，一种是语言学校和一种是工作。但是工作这个呢是比较不推荐的，因为作为高中生直接来日本工作，你的工资会比较低，而且你以后找工作或换工作的时候是比较麻烦的，所以大部分人选择的是升学到语言学校。语言学校升学以后，然后你又可以有两条途径。但是呢，同样的，如果你语言学校并没有再进行升学到大学，你只是到工作的话，那么你得到的签证是比较准确的说，并不是技能国那种选择范围比较广的签证，可能是特定技能签证等等。如果你选择了升学大学，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几个好处，一个是增加留日的几率，一个是语言，另一个是学历。同样的，当你大学毕业以后，你也会面临两条路，其中一条是升学，也就是到大学院，另外一条是工作，也就是直接在日本留在日本工作的这两条途径。而从这里开始，你在日本的一个未来就可能会因为你的选择而发生变化。怎么说呢？首先说一下，我们从语言学校毕业开始，然后到大学这个时间段。首先，你从高中生毕业的时候，你到语言学校，你的语言是不可能是很好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学好了语言，那么你找到了工作，你就会比较好，比你不会语言要好很多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是作为高中生直接来日本工作的话，那么你做的就只能是纯粹的体力活，而纯粹的体力活的话是基本上没什么时间学日语的，那么你一辈子可能都只能一直做纯粹的体力活，一直持续下去。但是如果你这里学了语言学校，你在进行工作的话，那么你以后是有几率换到其他类型的工作的。但是呢，这里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你的学历限制，导致了你很难得到这个技能国签证，这就是限制了你去换其他工作的一个，也就是说限制你换行业的一个机会吧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你选择升学到大学的话，那么你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几率都会增加很多。当然了，我们在日本是最终是希望能够长期留日，也就是在日本有工作并且长期留在日本，这一条是作为我们的最终选项。那么上面的这一条呢，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增加几率来用的，也就是如果我要举一个实际点的例子的话，就比如说我们从大学毕业以后，如果你在大学毕业以后你都没有找到日本的工作的话，那么你可以选择升学来作为你增加留日的几率，这种感觉。这里怎么学好一些呢？大家可以从语言学校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。怎么说呢？就比如说别人在语言学校在1年半甚至说2年之内已经拿下了 N1， 但是你在1年半2年之内你只拿下了 N2， 或者说是你的口语能力甚至连 N3 都没有的话，那么你这个时候最好选择是去大学，或者是去专门学校都可以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一个是你可以给自己的学历提供一个晋升的机会，另外一个你可以把你的语言再给自己留3-4年的时间来进行充分准备一下。这里主要指的是呢，是从高中生到大学的这个阶段。如果你是大学，你毕业之前没有找到工作，然后你选择了升学的话，这个是纯粹是为了增加留日的几率，也就是给自己一次机会，或者说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来进行找工作的这种感觉吧。同样，当你大学院毕业的时候，你也有2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是工作，一条是升学到博士。基本上的人呢，大部分到大学院，在留日这一份地方，一直到工作这个阶段呢，基本上已经结束了。这之后就是工作，或者说是换工作这种感觉。很多人呢，有可能也会选择升学到博士，
到博士以后呢，你的剩下的途径也是只有一条，那工作，或者说是去某个学校的研究机构去工作这些等等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时候都已经不能算是在留学阶段，也是属于工作签证了。这个可以说是呢，是高中生到完全留日为止的一个最合适的一个途径吧。这里呢，如果按照这个途径来走的话，你至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在日本长期留日。第一次呢是在日本直接工作，但是呢，这个肯定不适合大部分人，甚至包括于学校毕业。也就是这个时候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大学毕业以后，你可以得到一次机会。如果说你没有找到工作，那你的备路就是升学的大学院，然后你又可以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你又可以再继续找工作。也就是这个时间，就按照这个路来的话，至少可以给自己2到3次的时间，也就是将近半年的时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准备去找到一份适合自己或者自己喜欢的工作。当然，除了工作之外，很多人肯定也有一些特殊途径，比如说像投资签证。像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就是跟自己家里面以及其他人，然后合伙，然后做了一个投资签证。第二个呢就是家族自在，你可以和家族自在呢也有，比如像我说的那个配偶签证，你可以直接和在日本的某个人进行那个结婚，然后得到的家族自在，也可以说直接和日本人结婚得到的配偶签证。但是呢，我想大部分人一般不会选择这一个，因为这个感觉像出卖自己一样的感觉，对吧？还有其他签证，的话呢，这我不太清楚他们的条件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大部分人选择还是从高中生一路直接走，然后直接是自己能够自立为主为止，也就是工作。同样，另一个主流群体，也就是大学生的留日之路，它的论制度也和高中生差不多，只是它少了一些步骤。同样的，你大学生的话，你有2个选项，也就是升学到，应该是不能叫升学，应该到日本留学到语言学校，好好锻炼语言。另外就是直接工作，就是留日的工作。这个的话呢，可能适合比较大多数人。如果你的日语好，或者说是你有足够的条件，你能够找到在日本的公司能够聘用你的话，那么我建议是直接选择第2条。如果你对自己的日语没有信心，那么你就先选择上语言学校。同样的，这里你也可以选择2条路径，一个是留日，直接就是工作。一个是升学大学院，这里的升学大学院同样也是增加留日几率，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来进行找工作。如果说你语学校毕业以后，你的语言成绩很好，那么你基本上在日本找到工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如果说你没有找到工作，你升学到大学院，那么你又可以获得一次机会，那就是也是同样的是工作。然后上面呢就是升学到博士，当然是看你有没有兴趣，或者说想要去，如果真的没有找到工作的话，那下一条还是一样的。这里的其他类型的签证也是通用的，只是看你自己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主流人群的社会人是怎么论是比较好的。第一种社会人的论呢，就是直接找到那个驻日的工作。当然这个也可能跟你的语言能力要好，你语言能力差的话，只能找一些就是跟身体劳动相关的。如果语言能力好的话，就可以直接，比如说或者技术好的话，可以直接来日本的一些技术开发公司，直接就进去长期开发。当然，这个大概率你进去的应该是华人企业。第2个呢，就是语言学校，就学习好语言。然后在这之后的路线呢，如果你语言好，那么包括你这语言差，你也可以直接就下一步。2个语言好的话，你都可以直接转行到。或者说你语言学校毕业后，你的语言比较好的话，直接就是应聘日企或者外企。长期在日本工作以后，你把语言学好了以后，你也可以转到这个日企或者外企。如果还是继续差的话，那你只能转职到那个华人公司，增加这个留日几率。这里为什么说直接转职到华人公司呢？因为有的华人公司它会提前给你结束这个合约，因为说他本来能够长期雇佣你，他却不进行长期雇佣，这导致了你的签证会断掉。那这个时候你只能再换一家华人公司，也就是增加留日几率，然后再给自己时间来学习语言，以及增加工作经历。同样的，这里如果你日语学好了，那你可以转行直到这个外企去。准确来说呢，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有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待遇。这个时候呢，肯定是日企或者外企是最好的。如果说实在没办法，那你在华人公司长期待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华人公司呢，我们自己都知道十有九坑，基本上都是说坑是非常多的。有关于华人公司相关的一些坑，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大家可以去
同样的，这里还是和之前一样，如果说你这3个你都觉得不太行，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后面的这几个条件类选项，因为它们都是通用的，只要你符合条件。这里讲一类比较特殊的一种非主流人群的一种论治论，也就是家族资债相关的。这里呢也和前面差不多，但是因为你是家族资债，你的选择范围是跟你的家族资债的主体，也就是你是跟谁一起来家族资债的，这一个是比较相关的。这里的意思怎么理解呢？就比如说你是高中生，但呢你的家族资债的主体是你的父亲，也就是你父亲只要一直有工作，你基本上可以在日本长期待下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然后这期间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找工作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家族资债的好处之一。社会人也是一样的，你也可以慢慢的找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就是无非就是语言差，你去语言学校去学习一下，或者说去华人公司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语言好的话，直接去工作就可以拿到工作签证了。然后这里的工作签证呢，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兴趣是拿工作签证，还是一直以家族资债的方式来拿这个工资。语言学校以后又分为2条途径，一个就是去华人公司，你语言差的话，你华人公司再继续积累语言；如果你语言好的话，就直接去日企或者外企。同样的，那你语言好了以后，你也可以直接转职到日企或外企。这里和之前是差不多，只是区别在于呢，家族资债本身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。这里的时间限制呢，主要指的是找工作的时间。就比如说你从高中生一路毕业到大学，再找到工作，这期间的话，你至少要2-3个月来进行找工作。然后你大学毕业之后，如果说你还没找到工作，那么你可能就只能面临回国的这个选项了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只能升学。但是呢，家族资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你即便是高中生，或者说你的日本的大学毕业以后，你没有找到工作，你也是可以转到家族资债，或者说是以家族资债的身份留学，一直或者说终身以家族资债的身份不停的留学然后找工作。你的时间几乎是无限的，因为你的时间只跟你的主体有关，比如说你的父亲，或者说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这类有关。只要他们的工作没有断掉，他们能够在日本一直长待，那么你的签证就可以一直长待。如果要说的更传统一点的话呢，前面的论应该是属于1代论，也就是第1代论人的一些主体经历，而第2代论人就一般是家族资债这种方式。第1代的论人都是过得比较苦的，因为他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签证，还要解决的就比如说像找工作的以及生活上的压力什么的，可以说的都是比第2代论的人是要难很多。这里同样的也是通用下面的以下选项，比如说像投资签证和家族资债呢，这些这个本来就已经家族资债的嘛，只是说呢，万一你没有找到工作，然后你签证到期了，那么你可以再续签家族资债，这个至少是你的时间方面也会比第1代的论人，也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到这边来的时候是要好很多很多的。最后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，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。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。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队友一起交流，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，谢谢大家。